末日降临，我家开了一间超市，本以为全家人可以用超市里的食物和工具苟到最后，可奶奶却以死相逼，不允许我们随意动超市里的东西，美其名曰救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要我们省着用，每天只给我们1块饼干，3个人分着吃，私下里却悄悄用我们家超市里的东西去救季姑姑一家。后来我们一家人守着超市里满满当当的货物，被活活饿死，而奶奶却光明正大的将姑姑一家给接了过来，鸠占鹊巢，还说我们死得好，活着也是浪费粮食。我死在自家仓库冰冷的瓷砖上，背像被火烧过一样疼，又像被掏空了，只剩一层皮，勉强裹着嶙峋的骨头。视线模糊前，我看见姑姑一家推门进来，奶奶颤巍巍的迎上去，把最后半箱压缩饼干塞进表弟怀里。可算来了，奶奶给你们守着东西呢，快吃。那箱饼干是我爸3天前用最后一点力气从仓库里偷出来，想给我续命的。被奶奶发现后，他扇了我爸一巴掌，骂他是败家子，然后把饼干锁进了他床底的铁皮箱。饿几天死不了，现在吃了，以后真没吃的了，大家一起死吧。他总是这么说。从暴雨淹没1楼开始，从超市的货物都一点点搬进我们家位于12楼的复式公寓开始，从他握着仓库钥匙宣称物资必须统一调配开始，他所谓的调配就是一天给我们一家3口半块饼干，1瓶盖水。他自己呢，我和妈妈不止一次看见他半夜偷偷爬起来，就着应急灯微弱的光，小口小口嚼着苏打饼干，喝着矿泉水。我爸愚笑，总说奶奶经历过饥荒，有分寸，省着点是为了我们能撑更久。妈妈抗议过，哭过，最后也只剩麻木。我饿得眼前发黑时，听见他们在隔壁低声争吵，爸爸的声音充满痛苦。那是我妈，我能怎么办？难道真的看着她去死吗？那你就忍心看着我们的女儿死吗？争吵最终总会以爸爸的沉默和妈妈的啜泣结束。奶奶的以死相逼是悬在我们全家头顶的刀，她真做得出。有一次，妈妈想硬闯仓库，奶奶直接把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爸爸当场就跪下了。所以我们一家3口守着满仓库的物资，活活饿死了。我先走的，然后是妈妈。爸爸在我断气后没多久，用水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的魂魄飘在空中，看见奶奶打开门，把姑姑、姑父和表弟迎进来。他们看着我们3人的尸体，只是皱了皱眉，姑父甚至还抱怨了一句：“真晦气。”然后他们欢天喜地的接管了仓库，靠着里面的东西等来了政府的救援船。恨吗？当然恨，但更多的是冰冷和空洞。这就是我的亲人，是我的亲奶奶。在睁眼时，耳朵里充斥着哗啦啦的雨声，还有奶奶中气十足的叫骂：“死丫头，几点了还睡？打雷都打不醒你！今天进货还不起来去帮忙？”脸颊被狠狠掐了一把，疼得我瞬间清醒。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环顾四周，熟悉的房间，书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作业，日期是2026年1月5日，墙上电子钟显示着上午8点03分。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倾倒着瓢泼大雨，雨点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是了，就是这一天，末日暴雨的开始。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稍微持久些的台风降雨，只有我知道这场雨会下整整3个月，淹没大半个城市，秩序崩坏，人性沦丧。而我在死过一次后，居然又回到了一切开始的时候。看什么看？睡傻了？你爸马上进货回来，快去超市那边等着卸货，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跟你妈一个德行，懒骨头。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血液冲上头顶，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慌，不能露出破绽。这一世我绝不再重蹈覆辙。我听见了自己平静的声音：“知道了，奶奶。”奶奶似乎有些意外我的顺从，哼了一声，还算识相。转身下了楼。我迅速跳下床，反锁房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真实的痛感，潮湿的空气，奶奶那令人作呕的嘴脸，不是梦，我真的重生了。狂喜和后怕交织，喜的是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怕的是时间紧迫。按照记忆，今天爸爸会进一批数量不小的货，主要是方便食品、饮用水和日用品。这是我们家的张记社区超市最后一次大规模补货，之后道路快就会被积水阻断。这批货是末日初期最重要的生存资本。上一世这批货几乎全部囤在了我们住的复式公寓里，因为超市所在的地势较低。但这一世我不能再让这些物资放在奶奶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快速思考着，我们家除了超市和自住在12楼的复式公寓，在隔壁那栋更高档的君悦府小区18楼还有一套小公寓，那是当初房价低时爸妈投资买的，简单装修后一直出租。上个租客刚搬走，目前空置的状态，钥匙就在家里。那套房子奶奶不知道具体房号，只知道有这么个投资。爸爸因为奶奶一直反对他乱花钱，也很少提起。地理位置极佳，楼层高，建筑质量好，是一梯一户，私密性强。最重要的是，离我们现在的家有大概500米，中间隔着一个小广场和内部道路，在积水还不深的时候，用推车搬运物资完全可行。那里将是我的安全屋。计划迅速在脑中成型。第一步，稳住奶奶，不能让她起疑，更不能让她跟着去帮忙。第二步，说服爸爸把大部分关键物资直接运往君悦府18楼，而不是搬回家。第三步，囤积更多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东西，药品、维生素、种子、工具、蓄电池、净水设备。但说服爸爸是个难题，他对奶奶的愚笑刻在骨子里，直接告诉他末日来临和奶奶的真面目，他未必会信，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得用别的办法。我换好衣服下楼，妈妈正在厨房准备早餐，脸色有些疲惫。奶奶坐在客厅沙发上开着电视，声音很大。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住妈妈，妈妈身体一僵，随即放松下来，拍了拍我的背。妈，怎么了，小璇？没睡好吗？做了个噩梦。我把头埋在她肩上，就着熟悉的味道，眼眶发热。上一世妈妈是抱着我断气的。
气的。妈，我爱你。傻孩子，妈也爱你，快去洗脸吃饭。早餐时，奶奶又开始念叨：大勇也真是，这么大雨还去进货，路上多不安全，也不知道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新闻说台风要来了。爸爸张建勇就是这时候进门的，即便浑身湿透了，脸上却还带着笑。妈，我回来了，货都拉回来了，停在超市后门，雨势挺大，但还好路还没淹。哎呀，快擦擦，别感冒了。奶奶难得关心了一句，随即道：吃了饭，快去把货搬上来吧，放超市里潮气重，万一要是受潮了就不好了。咱家地方大，放得下。来了，我心跳加速。爸爸接过妈妈递来的毛巾，擦了把脸。我也是这么想的。吃完饭我就去搬。丽华、小轩，待会儿一起帮忙。妈妈应了一声，我抬起头看着爸爸，用尽量随意的语气说：爸，搬回家是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咱们家那套君悦府的小公寓不是空着吗？反正现在雨大，租也不好租出去。我那天路过，看到18楼视野超级好。我在想，反正要搬，不如把那些怕潮的，比如纸巾、卫生巾，还有米面粮油这些，先搬到那边去一些。那边楼层高，更干燥，而且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利用起来当个临时仓库也行。我是说万一这边楼下要是积水了，咱们还有个高处放东西的地方。爸爸喝粥的动作顿了顿，似乎在思考。奶奶立刻尖声反对：搬那边去干嘛？多费事，放家里我看着才放心。谁知道那边安不安全？现在世道乱，别让人偷了。我早就料到他会反对，不急不慢地说：奶奶，君悦府安保是咱们这片最好的，刷脸才能进楼，而且那是一梯一户，门锁都是最好的 C 级锁，比咱们这老小区的治安好多了。再说就是放一部分，又不是全搬过去，重要的每天要吃的肯定放家里，那些耐储存的、怕潮的、占地方的放那边，也给家里腾点空间嘛。爸每次都说家里堆太多东西了。我看向爸爸，爸爸确实经常抱怨家里被奶奶捡回来的破烂和超市的存货塞得满满当当。妈妈也开口了，她一向支持我。我觉得小轩说的有道理，建勇那么多东西全堆家里，走路都绊脚，而且有些货像整箱的饮料、罐头确实重，放家里搬上搬下也麻烦。反正君悦府离得近，用推车推过去也就10分钟，就当是分散储存，降低风险。爸爸明显被说动了，他是个务实的人，分散风险，利用闲置资产，这些理由对他来说很充分。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潜意识里也希望有些东西能脱离奶奶的绝对控制，只是他自己未必意识到。妈，丽华和小轩说的也有道理，要不这样，待会儿我先搬一部分容易受潮的、不常用的过去，家里也留够地方放日常要用的，两边都放点保险。奶奶还想说什么，爸爸已经拍板，就这么定了。妈，您就别操心了，在家休息，我们3个人忙得过来。您腰不好，上下楼不方便。用关系堵住了奶奶的嘴，奶奶虽然不情愿，但看爸爸态度坚决，也只能嘟囔几句瞎折腾不听话，算是默许了。第一步成功。饭后，我们3人穿上雨衣，推着超市用的平板推车，冒着大雨前往超市。雨水冰冷，打在身上生疼。街道上已经有些浅浅的积水，行人稀少，大家都行色匆匆。超市后门停着爸爸的小货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我们开始卸货。爸，这些自热火锅、方便面、饼干、巧克力、罐头，还有这些瓶装水、饮料，都是耐储存又抗饿的，不如先搬去君悦府。还有这些卫生纸、卫生巾、湿巾、牙膏、牙刷，也不怕放。行，听你的，这些确实可以放过去。里面油盐酱醋这些每天要用的，还有你奶奶爱吃的那些点心，先搬回家。我们开始蚂蚁搬家，用防雨布盖好推车上的货物，一趟趟往返于超市、君悦府18楼和我们家。奶奶一开始还趴在窗户边看，后来雨太大，看不真切，加上我们有意避开她的视线范围，她也就不怎么关注了。君悦府楼密码锁打开房门，一股淡淡的灰尘味。房间不大，2室1厅，约80平米，但空空荡荡，正好堆放物资。我们把一箱箱货物整齐码放在客厅和较大的卧室，像垒起一座座希望的城墙，体力消耗巨大，但没有人抱怨。妈妈虽然不知道我的全盘计划，但她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紧迫感，只是默默配合。爸爸则单纯以为这是在优化仓储。趁爸爸回超市继续搬运的间隙，我拉着妈妈低声说：妈，相信我，这场雨不对劲，可能会下很久，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囤东西，钱以后可能没用了，但东西能救命。妈妈看着我异常严肃的脸，没有问为什么，只是握紧了我的手。小轩，你想做什么，妈都支持你。你需要妈做什么？待会儿搬完这批，您找个借口，比如去买菜，或者看看外婆，去药店把能买到的常用药、消炎药、感冒药、肠胃药、维生素，特别是复合维生素和维生素 C， 还有纱布、酒精、碘伏、温度计、血压计，都买一些，不要在一家店买太多，分散开。还有，如果有种子店，买点容易种的蔬菜种子，像生菜、小白菜、豆芽什么的。我快速交代。我去五金店和户外用品店。妈妈重重的点头。好，我这就去，你小心点。我们心照不宣的开始了秘密行动。爸爸忙着搬运，奶奶在家说是坐镇指挥，实际上就是坐在沙发上悠闲的看电视，这也正好给了我们操作空间。我用手机里攒下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先去了最近的五金店，买了3把质量好的斧头、撬棍、工兵铲、数卷不同型号的结实绳索，好几盒不同尺寸的电池、强光手电筒、头灯、对讲机、多功能刀具、几大卷加厚防雨布，还有一堆螺丝、钉子、荷叶等小零件。老板看我买这么多，有些诧异，我只说是学校夏令营和家里备用。接着去户外用品店买了2个高品质的便携式净水器，多个大容量储水袋，2个露营用的丙烷气炉和20罐气罐，保暖睡袋、防潮垫、指南针、防风火柴、镁棒打火石、几把弓箭，还有一沓详细的本事及周边地图。我知道这听起来夸张，但末日里远程无
无声武器，有时比近身武器更安全。这些东西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还好可以手机支付。最后，我去了一家小书店，买了几本详细的野外生存指南、家庭医疗手册，还意外的发现了一本城市地下水管道图，还有一堆小说和漫画。在末日之中，精神食粮和入口的食物是同样重要的存在。所有东西我都让店家帮忙用黑色大塑料袋装好，看起来和普通的行李没什么区别。回到家时，爸爸已经搬完了第3趟，正在休息。我那些行李混在最后一推车的超市货物里，顺利运进了君悦府18楼。妈妈也回来了，提着几个大袋子，里面是各种药品和几包种子。我们默契的没有多说。到了下午4点左右，所有计划搬运的货物基本转移完毕。君悦府18楼的客厅和一间卧室已经堆了70%满，剩下的空间我另有打算。我们家也堆放了不少日常物资，足够奶奶看到存货充足而安心。爸爸累得够呛，但看着两边都井井有条的物资，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下应该稳当了，就算雨再下几天，咱也不怕。他话音未落，电视里播报的新闻语气变得急促起来。暴雨红色预警持续，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请市民做好防范，减少不必要外出，注意低洼地带积水。奶奶凑近电视看了看，嘟囔：下个雨搞得跟世界末日似的。我和妈妈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这才是开始。果然，接下来的几天，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大。新闻报道开始出现城区部分地段积水的消息，网络上有各种传言，人心开始浮动。奶奶也开始有些不安，但她的不安表现在更严格的控制家里的食物上。她以不知道要下多久为由，把家里的零食点心都收了起来，每顿饭开始定量。虽然比上一世刚开始时宽松很多，但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掌控感又回来了。爸爸似乎有些习惯，还想劝奶奶放宽心。妈，家里有那么多东西呢，不用这么省。你懂什么？就是因为东西多，才不能大手大脚。你看看外面积水了，出去买东西多呢，这些都得细水长流，听我的没错。爸爸张了张嘴，最终没再反驳。我看在眼里，心不断下沉。爸爸的笑道：枷锁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第6天，水淹到了小区1楼大堂。我们这栋楼的地势还算高，但超市所在的那排商铺地势较低，已经进水了。爸爸冒雨去看了一次，回来说水深快到膝盖，幸好贵重电器早就搬出来了，剩下一些货架和不值钱的东西泡了水。超市暂时没法营业了，还好大部分货都搬出来了。都搬回家了。君悦府那边呢？放了多少？爸爸含糊道：放了一些，大部分还是在家。奶奶显然不满意，但也没再多问，只是强调家里的东西我来管，你们谁都不许乱动。第7天停电了，虽然早有准备，但当灯光骤然熄灭，只剩下窗外灰暗的天光和哗哗的雨声时，一股巨大的恐慌还是扼住了每个人的喉咙。奶奶发出短促的惊叫：别慌，有应急灯，有蜡烛。爸爸沉稳的声音响起，他摸索着打开了几盏充电式应急灯，柔和的光线驱散了些许黑暗。但停电意味着很多事，水泵无法工作，高楼层很快会停水，手机信号开始变得不稳定，网络时断时续，与外界的联系正在被切断。水，快接水！妈妈反应过来，冲向厨房和卫生间，打开所有水龙头，用桶、盆甚至锅碗瓢盆接水。我也赶紧帮忙。爸爸则去检查门窗。我们家住12楼，阳台和窗户都是封闭式，但暴雨狂风之下依然让人心惊。奶奶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忙碌，突然说：大勇，给你妹妹打个电话，问问他们那边怎么样了。还有，咱们家东西多，让他们要是缺吃的就来咱们家。我的心猛地一揪，来了，和上一世一样的开端。爸爸愣了一下，还犹豫道：妈，现在外面水那么深，路上不安全。再说小妹他们家应该也有准备吧？准备什么准备？你妹妹那点工资，你妹夫又没个正经工作，能准备多少？那可是你亲妹妹，你当哥的就这么狠心？赶紧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过来，咱们家有吃的，还能饿着他们。又是亲情绑架。爸爸脸上露出挣扎。如果顺着这个势头下去，姑姑一家很快就会上门，然后就是无休止的索取，直到把我们榨干，不能再等了。我放下手里的水桶，走到客厅中间，深吸一口气，开口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爸妈、奶奶，有件事我必须现在说。他们都看向我。这场雨不是普通的台风降雨，它会下至少3个月，淹没城市大部分地区。停电停水只是开始，很快食物和干净的水会变得极度稀缺，秩序会崩溃。为了活下去，人会变得比野兽更可怕。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的雨声和隐约的风声。奶奶最先反应过来，嗤笑一声：你这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看电视剧看傻了吧？还3个月，怎么可能？小轩，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爸爸则是皱紧了眉，眼神复杂。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我必须让他们，至少让爸爸妈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没有胡说。他拿出手机，快速调出这几天拖截屏保存的各种信息，官方预警的升级，民间拍摄的越来越严重的积水画面，某些区域已经开始出现零星抢夺物资的传闻。虽然这些事情在上一世是后来才大规模爆发，但是其征兆却是早就已经出现。你们看，官方的预警一次比一次严重，各个超市这2天被抢购一空的新闻，还有你们不觉得这雨大的不正常吗？连续1周暴雨红色预警，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爸爸接过手机，翻看着那些信息，脸色越来越凝重。他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对这些异常信号的敏感度比奶奶高。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家现在囤积的物资是我们一家人生存的唯一保障。我指向君悦府的方向，大部分真正能长期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东西，我已经让爸爸帮忙提前转移到了君悦府18楼，那里更安全、更高，也更隐蔽。
什么？奶奶尖叫起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你把东西搬走了，搬到哪里去？好啊，你个死丫头，吃里扒外，你是不是想独吞？那是我们张家的东西。那是爸爸辛苦挣钱进的货，是我们一家人的东西，放在家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物资，然后像上一世一样守着金山，活活饿死吗？上一世？什么上一世？爸爸抓住了关键词，脸色骤变。话已至此，我没有退路。我看着爸爸和妈妈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语说出了那段残酷的记忆。我记得这场雨会下很久，我们一家守着满屋子的吃的，但因为奶奶要省着，一天只给我们每人半块饼干，一点水，我和妈妈先饿死了。爸爸你也，然后姑姑一家来了，奶奶把剩下的东西都给了他们，他们等到了救援。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却爆炸。妈妈捂住了嘴，眼泪瞬间涌出。她想起什么了吗？爸爸则是如遭雷击，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又看向奶奶。奶奶暴跳如雷，放屁！你个小贱人，胡说什么？我撕烂你的嘴！她张牙舞爪地想扑过来，被妈妈拦住。妈，你让小轩说完。我没什么证据证明我说的记忆是真是假，但爸，你仔细想想，奶奶这些天的做法和以前有什么区别？控制食物，限制用水，想把姑姑一家叫来。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如果雨真的不停，如果外面真的乱起来，你觉得凭奶奶对姑姑一家的节俭和大方，我们手里的东西能保住多少？我们能活多久？爸爸的脸色惨白，他看向奶奶，奶奶的眼神里只有被冒犯的愤怒和对我深深的憎恶，没有半分对未来的担忧，更没有对家人可能陷入绝境的恐惧。他只关心他的权威和他的小女儿一家。这一刻，爸爸眼中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君悦府18楼的物资是我为我们一家3口准备的退路，那里的门锁密码只有我知道，那里有足够的食物、水、药品、工具，可以让我们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生存至少1年以上。爸妈，选择权在你们，是留在家里陪着奶奶，等着可能到来的混乱和姑姑一家，还是跟我去君悦府，我们一家人靠自己活下去。我抛出了最后的选择，这是我计划中的关键一步，逼迫爸爸在无效和妻女生存之间做出抉择。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末日面前，温情脉脉只会害死所有人。妈妈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我身边，紧紧握住我的手，表明了她的态度。爸爸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客厅里只剩下奶奶粗重的喘息和窗外无止境的雨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终于，爸爸睁开眼，眼里布满红血丝，但某种浑浊的东西似乎沉淀了下去，露出了一丝清明和决断。他看向奶奶，声音沙哑却坚定：妈，小轩说的，不管是不是真的，但防患于未然总是对的。现在情况确实不好，君悦府那边东西放都放了，就按小轩说的当个备用品。至于小妹一家，现在路上太危险，让他们过来是害他们。我会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多准备，暂时别走动，等雨小点，路通了再说。这已经是爸爸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叛逆了。他没有立刻选择跟我走，但他认可了物资转移的必要性。奶奶彻底爆发了，铺天抢地，骂爸爸不孝，骂妈妈教坏了我，骂我是扫把星。但这一次，爸爸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服软道歉，他只是疲惫地站着，任由奶奶哭骂。我知道这还不够，爸爸的心还在摇摆，但只要种子种下了，就有希望。傍晚，我们靠着应急灯和蜡烛照明，早早休息。但谁都知道，没人睡得着。半夜，我悄悄起身，听到父母房间里传来压抑的争吵声，主要是妈妈在说，爸爸偶尔辩解几句，声音充满了痛苦和迷茫。奶奶的房间里则传来均匀的鼾声，她心大，骂累了就睡了。我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整理一个随身背包，重要的证件、少量现金、一把多功能刀、一个强光手电、2瓶水、几块压缩饼干、药品，还有君悦府的钥匙和写有密码的纸条。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爸爸最终选择奶奶，我至少可以带着妈妈离开。第二天，雨势稍减，但天空依然阴沉的可怕，积水没有退去的迹象，反而因为持续的降雨和城市排水系统瘫痪，看起来更深了。手机信号变得更差，网络几乎瘫痪，只能偶尔收到一些断断续续的信息，都是坏消息。某小区有人为抢物资斗殴，某处水位上涨迅速，奶奶又开始念叨让姑姑一家过来，甚至说可以让我爸划着橡皮艇去接。爸爸这次明确拒绝了，理由是橡皮艇不安全，而且政府开始呼吁市民尽量待在家中等待救援。奶奶气得摔了一个杯子。中午，我们正在吃着奶奶分配的简陋的午餐，忽然听到楼下传来喧哗声和哭喊声。我们跑到阳台，小心地躲在窗帘后往下看，只见对面那栋楼的3楼楼道窗户被砸开了，几个人影在晃动，似乎是在争夺什么东西，隐约有惨叫传来。秩序果然开始崩坏了，而且比上一世更快更直接。爸爸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奶奶也吓住了，喋喋不休的嘴终于闭上。看到了吗？这才1周多，如果雨再下2个月，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回答，但恐惧和紧迫感已经实实在在笼罩了每个人。下午，爸爸把我叫到一边，低声问：小轩，君悦府那边安全吗？东西真的够？我知道他动摇了。爸，那里是1梯1户，防盗门是最高级别的，楼道有防火门可以锁死，窗户是双层加厚隔音玻璃，轻易打不破。东西省着点，够我们3个人吃用很久。而且我在那里还存了些别的东西，工具、药品、净水器都是用得上的。晚上等妈睡了，我们过去看看。我心中一喜，用力点头。半夜1点，确定奶奶熟睡后，我们一家3口带着简单的随身物品和那个充气橡皮艇，悄悄出了门。楼道里一片漆黑，只有手电筒的光束晃动，电梯早就停了。我们沿着安全楼梯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走到5楼时，听到了下面传来隐约的说话声和哭泣声。我们屏住呼吸，停在转角，似乎是低楼层的几户人家挤在楼梯间里，为了一点食物在争执。快走，别出声！爸爸压低声音护着我和妈妈，转身往上走了半层，从另一个连接2栋楼的空中连廊绕了过去，避免了与那些
些人直接碰面，烫着齐腰深、冰冷污浊的积水。我们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艰难地抵达君悦府。由于君悦府是高档小区，电力系统有备用发电机，维持着最低限度的门禁和电梯供电。虽然住户家已停电，但是我们还是能刷脸进入大楼。坐上还能运行的电梯，直达18楼。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我们都松了口气。应急灯亮起，照亮了堆满物资的房间。看到那整整齐齐的箱子，看到我额外准备的净水器、气炉、药品、工具书，爸爸和妈妈的眼睛都亮了。那是一种在绝境中看到实实在在希望的亮光。小轩，你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么多？就这几天偷偷买的。爸，这里就是我们的堡垒，只要我们守在这里不暴露，活下去的机会很大。爸爸环顾四周，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丫头，你比爸强，爸以前太糊涂了。我知道，这一刻爸爸才真正做出了选择，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而是为了生存，为了我们这个小家。我们简单安顿下来，爸爸检查了门窗，加固了门锁，还用一些空箱子和家具在门后做了简单的阻隔装置。妈妈开始整理归类物资，计算消耗，我则负责警戒，用望远镜观察周围楼栋的情况。情况越来越糟。第2天，我们原来的小区就发生了不止1起入室抢劫事件，哭喊和打斗声隔着雨幕都能隐约听见。奶奶打来过1次电话，声音惊恐。你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去？楼下有陌生人在晃着。我们在一个朋友家暂时躲避，你锁好门，谁叫都别开，节省食物。我们会尽快回去。但我们都清楚，我们不会尽快回去了。又过了几天，雨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积水已经淹到了4楼。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原来小区里有人开始划着自制的筏子外出，但很少有人回来。绝望的气息在蔓延。君悦府这边情况稍好，入住率低，住户素质相对较高，但也并非太平。我们曾听到楼下有踹门和争吵的声音，但或许是因为我们这层看起来毫无人烟，暂时没有人上来。毕竟我们晚上几乎不开灯，也不发出大声音。我们过着极其规律的避世生活，每天定量饮食，主要以压缩饼干、罐头、泡面为主，偶尔用气炉煮一点粥或面条，配上维生素片。用水极其节省，洗漱用接的雨水初步沉淀后简单擦洗，饮用水和做饭用水则用净水器过滤储存的雨水或之前接的自来水。因为这里早已停水，如果我们不节约着用的话，很有可能会陷入无水可用的窘迫。大部分时间我们看书、低声聊天，在有限的空间里锻炼身体，或者轮流用望远镜观察外界，记录变化。爸爸的变化是最大的，他从最初的焦虑、对奶奶愧疚，慢慢变得沉稳、坚毅。他开始主动学习使用那些工具，研究生存指南，和我一起讨论防御方案。他真正承担起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妈妈则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在阳台的几个花盆里成功用我买的种子种出了第1茬小青菜。那抹绿色在灰暗的末日里显得格外珍贵，给了我们巨大的心理安慰。大约在暴雨开始后的第20天，我们看到了奶奶和姑姑一家。那天下午，雨暂时小了些，变成淅淅沥沥的中雨。我用望远镜看到，从我们原来小区方向划过来一个黄色的皮划艇，艇上有4个人，奶奶、姑姑、姑父还有表弟，他们显得很狼狈。奶奶瘦了一大圈，姑姑和姑父脸色憔悴，只有表弟还在不满地嚷嚷着什么。他们径直滑向我们原来那栋楼，从一处破碎的窗户爬了进去。他们果然还是找来了，而且比上一世早了很多。是因为家里食物被奶奶控制着消耗太快，还是因为小区越来越不安全？我的心提了起来。爸爸也看到了，他举着望远镜的手有些发抖，但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放下了望远镜，走到一边，点了根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的受潮的香烟，一口没抽，只是看着它慢慢燃尽。爸爸是从来不抽烟的，此刻突然有了这样的举动，只怕心里还是有些难受。但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刻，圣母心是最不能有的，因为就算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害了我们一家人。我们不知道他们进去后会发现什么，一个几乎没有太多有用物资的空房子，毕竟重要的早就被我们搬走或消耗了。我们也预见到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不到半小时，我们就看到姑姑和姑父气急败坏地冲出来，在楼道里和奶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推搡。表弟在旁边吓得大哭。最后，姑姑和姑父抢走了奶奶随身的一个小包袱，估计是她最后藏着的一点私货，然后划着皮划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把奶奶一个人留在了那栋危险的几乎空了的楼里。奶奶瘫坐在破碎的窗户边，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哭喊，但她的女儿、女婿和孙子没有一个人回头。爸爸死死咬着牙，额头上青筋暴起，但他依旧没有动。妈妈紧紧握着他的手。望远镜里，奶奶哭喊了一阵，慢慢爬了起来，开始在空房子里翻找。她找到了什么？也许是角落里遗漏的几包过期零食，也许是半瓶水。她狼吞虎咽地吃着，然后她似乎想到了什么，朝着我们原来家的方向走去。安全楼梯里黑暗而危险，但我们能看到她微弱的手电光在缓慢移动。她想回家，还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藏了什么？她没有成功。在爬到大概8楼的时候，她遭遇了另外一伙同样在搜寻物资的人，冲突发生了。望远镜里看不真切细节，只看到手电光乱晃，听到隐约的嘶喊和撞击声，然后一切归于平静。那伙人匆匆离开，奶奶的手电光再也没有亮起。爸爸手中的望远镜掉在了地上，他佝偻着背，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的抖动起来，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那是无声的极致的悲痛。我走过去，轻轻抱住了他，妈妈也走过来，抱住了我们俩。他终究是我的妈。我知道，爸，但路是他自己选的，他把所有的生路都留给了姑姑一家。我们沉默地相拥着，窗外是永不停歇的雨声，像为这个崩坏的世界奏响的哀歌，也像为我们劫后余生的小家敲打着冰冷而现实的节奏。奶奶的结局给我们的冲击很
大，但也彻底斩断了爸爸最后的犹豫和牵连。从此，我们一家3口真正成为了一个紧密的、只为彼此生存而战的整体。日子在压抑和警惕中一天天过去，积水最终涨到了7楼左右，然后似乎稳定下来，但雨还在下，城市变成了浑浊的湖泊，漂浮着各种垃圾和有时是更令人不愿细看的东西。幸存者们龟缩在较高的楼栋里，像一个个孤岛。抢劫、杀戮，甚至更可怕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数量锐减，活动也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能抢的早就抢光了，而外出寻找物资的风险又太高。有一天晚上，我们准备偷偷出门查看外界情况的时候，却愕然发现我们的门口摆着几捆蔬菜和一小袋土豆。虽然看起来明显不太新鲜了，但是在这样的末世之中，却是难得珍贵的食物。难道是官方发下来的救济粮吗？可是我们明明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官方的消息，前世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更重要的是，君乐府明明是一梯一户，那些人是怎么把东西送回来的？我的内心突然浮现了一些很可怕的想法。爸爸妈妈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点，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凝重。我们最终谁都没有去动那几捆蔬菜和那一小袋土豆。这样的食物对于那些资源短缺的人来说，或许是致命诱惑，但是对我们一家来说，却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为了这么一点不知来处的食物，以身涉险，对我们来说完全犯不上。而且那人到底是怎么上的这一层，食物中到底有没有毒都还另说。毕竟现在是末世，而人性又是最难揣测的一样东西。自己的亲奶奶尚且偏心的不顾自己孙女一家的死活，更何况是一群陌生人。果不其然，在第2天凌晨，有人摸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先是敲了敲门，发现没有任何声音之后，很快就也没了声响。我们一家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即便外面早就没有了声音，也没人敢去开这个门。又过了几天，就当我们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我们突然被一阵巨响的声音惊醒，是很明显的玻璃被重物击碎的声音，还有纯粹的踹门声。之后是男人和女人的喊叫声，最后甚至还有刺耳的子弹破空的声音。他们居然有枪！在这嘈杂的声音之后，是一阵长久的沉寂。可是我们都知道，楼下的住户只怕是已经遇了难。在末世之中，秩序早已成了一个空词，在情况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没有人会想着去遵守。就像我们之前猜的那样，那些食物不过是用来试探我们的，试探哪一层还有幸存者的存在。只要被他们发现了，就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它揭示了在秩序崩坏的环境下最为血淋淋的事实。我们一家人紧紧地搂在一起，无声地对抗着这个残忍的世界。我们靠着充足的准备和严格的纪律，保持着相对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阳台上的蔬菜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维生素来源和心理慰藉。爸爸甚至用工具和材料在客厅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雨水收集过滤系统，进一步保障了我们的饮水安全。暴雨持续了整整87天，才终于逐渐变小，直至停止。当第一缕久违的微弱的阳光穿透厚厚的云层，照射在浑浊的水面上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雨停了，但末日并未结束，积水退去的很慢，过程中露出了被浸泡了3个月的城市废墟，景象触目惊心。疾病开始蔓延，官方救援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但覆盖范围有限。我们继续坚守在君悦府18楼，依靠库存又坚持了1个多月。这期间，我们看到有穿着制服的人员划着船只在附近水域巡逻，喊话分发少量救济物资，主要是消毒药品和基础食品，并引导幸存者前往几个指定的高地集合点。当我们的物资消耗过半，且确认救援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外界大规模暴力冲突减少后，我们才决定离开安全屋，前往最近的集合点。离开前，我们销毁了大部分生活痕迹，只带上必要的物资和工具。爸爸还特意回去原来小区的家看了一眼，那里的积水已经退到了2楼，只不过房间里早就已被翻得底朝天，空无一物。他在废墟前站了很久，最后只是深深鞠了一躬。在集合点，我们登记了信息，并且接受了身体检查。我们很幸运，没有感染任何严重的疾病，然后被安置在临时帐篷里。这里条件艰苦，但至少有基本的秩序、干净的水和定量的食物配给。我们见到了许多形容枯槁、眼神麻木的幸存者，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悲惨故事。1个月后，我们被转移到条件更好的临时安置区。又过了2个月，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恢复和政府重建工作的展开，我们终于得以返回原籍所在地。因为城市已基本无法居住，我们只能迁往附近新建的安置城镇。幸运的是，银行系统部分恢复，我们的资产记录还在。爸爸用之前的一些积蓄和人脉找到了一份重建相关的工作，妈妈也在一家新开的社区服务中心帮忙，我则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参加特别为受灾学生设立的高考。生活似乎回到了某种正常的轨道，但我们都清楚，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我们更加珍惜彼此，珍惜每一餐饭、每一口水、每一个平静的日子。我们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脆弱。偶尔我会想起奶奶，想起姑姑一家，他们再也没有出现，大概率没能活下来。想起仓库里饿死的那个自己，那些记忆不再有强烈的恨意，只剩下淡淡的冰冷的唏嘘。那是上一个轮回的惨痛教训，也是这个轮回里支撑我们活下去并活得更好的警钟。搬到新家之后的生活很充实，也很美好。一天晚饭的时候，我们坐在新家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重新燃起的人间的点点烟火。暴雨和洪水的末日早已远去，只是在看到现如今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日子。爸爸突然说：“小轩，谢谢你。”我有些疑惑地看向他，如果不是你，我们一家大概早就没了。你救了我们不止1次。妈妈也握住我的手，眼含泪光。多亏了你，小轩。如果事情真的像你之前说
说的那样发展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摇了摇头，伸手擦去了妈妈眼眶将要落下的热泪。是因为爸爸妈妈相信我，支持我，我们才好好活下来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的结果。爸爸妈妈感动的抱住了我，不再言语。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温馨的靠在一起，将来也会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是的，重生给了我先知先觉的机会，但最终能活下去，靠的是我们一家人在绝境中的互相扶持、果断决策和严格自律。我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而这场经历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窗外，新的城市正在废墟上一点点建立，虽然伤痕累累，但生机已在萌芽。我们的故事只是这场浩劫中无数微小幸存者故事中的一个，而未来，正如这渐渐恢复生机的天地，虽然依旧充满未知与挑战，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有勇气一步步走下去。